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手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牵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陪在你左右。妙妙，所有的材料呢都买齐了，有什么好的想法呀？都已经在这了。都在这里啦，那赶紧告诉爹地。不要，等做完再跟你说。一定要做完才能跟我说吗？一定。好吧，那你就先做吧。不能看。不能看。画的什么？画的什么？哎呦，等我做完再给你看啦。做完才能看。哎，还不让看，好吧。好好做啊，你都要专心哦。其实弟弟你看见啦。好了，不打搅你了。妹妹的进度到哪儿了？还没画完呢。这么忙，那我去帮她吧。哎，别动别动，我去。好。在俊还是像个老大一样，我为什么不能帮妹妹？这个啊，是妙妙的作业，你要让她自己完成。可我是她妈妈呀，我帮她做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肯定有很多的家长都帮孩子做的。你要帮了他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，这么长此以往呢，孩子会依赖你的，这是个非常坏的习惯，明白吗？要让他独立。说好了，10分钟之内要把图画完，然后就可以动手了。那会不会做到很晚？我不想让她熬夜，我还是去帮她吧。来，坐下。说。刚在文具店我就想说你了，我看你也买了一堆材料，你是不是想动手帮他做啊？我没有想要帮她做啊，我只是想，如果妙妙需要我帮助的话呢，我立马就帮她。而且再说了，小木屋有那么好做吗？她才小学3年级啊。哎，他不是才3年级，他是已经3年级了。3年级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。而且小朋友做小木屋不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叫模型，不是要求精准啊，不是要求完美，是希望他从这个过程里面懂得怎么探索。那其实我们大人呢有一个恶习，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喜欢看结果，但是我们要教会小孩子们如何在过程当中学习到什么。
发现了什么，寻求到什么样的快乐，是这个意思。行吧，行吧，不管是过程最重要，还是结果最重要，反正这是妙妙来上海以来第一个作业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交不了作业吧？没错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，不能伸手。郑来，要是她交不了作业的话，妙妙被老师骂了怎么办？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哎，你错了，如果他被老师骂了，那他一定会记住这次教训的，他再也不会敢有下次，他一定会好好完成作业的。这样叫生活教育，明白吗？你们俩还真是一个鼻孔出气。我这个做妈妈的，真的不知道出什么力，怎么帮她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不要太使力，你明白吗？慢慢来。妙妙，起床了。妙妙，该去上课啦。阿姨在外面等你，快点出来哦。妙妙，作业呢？作业怎么没有拿出来啊？如果今天不交作业的话，老师会批评你哦。阿姨昨天看你睡着了，觉得你太辛苦了，所以就帮你做了。快去把作业拿出来好不好？今天交作业了，老师会夸奖你的。
来了。早上好，佟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点水果。不用，太麻烦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不用开车，不用坐车，只要走上16个台阶就到了。哦，哎，真有趣啊！不过就楼上楼下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你这一看啊，就知道没结婚没孩子。啊，你放桌上吧，别端着了。啊，好。哎，你的朋友左先生呢？啊，他去画建筑去了。哦，他是画家呀。不是，他是在垦丁呢开民宿，但是我们呢都很喜欢建筑，看见设计巧妙的都会把它画下来。那用手机拍照不就好了？那不一样。哼，反正我也不懂。你怎么想着带红体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看，我在手机上问过医生的，医生说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必须要多补血，所以我才给你买了红提呀。你一会儿得多吃点。哦，这样，我来吧。哎，我给你洗洗啊。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没事。哎呀，你说你都受伤了，你洗也洗不干净，还是我来吧。这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有什么麻烦的？这一盘呢，我给你放桌上，你晚上回来可以吃。这一盒啊，我给你放冰箱里，你明天还可以吃。哎呀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走，去哪儿啊？复健啊！哎呀，快点儿，喂，好，一会儿赶不上了，有时间预约的。哎，你手疼，别开车了，坐我的吧。你车在哪儿啊？嗯。啊？这，哎呀，上来吧，啊！我坐合适吗？哎呀，快点儿，上来吧。这车这么飒，多拉风。小事啊。哇，手有点疼。怎么疼了？手呢？喂，我手疼。哎呀，你抱紧啊！你别一会儿又摔倒了，怕什么？抱紧了啊！你狠不得你摔了，坐稳了。走吧。那个等号也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我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在你那儿复查，看到你没事才行。我已经没事了，差不多好了，你就去忙吧，佟警官。政委，你叫我佟丹就行啊。这祸是我闯的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郑先生。啊，是。啊，麻烦跟我过来一下。啊，好的。
郑太太，请您在外面稍等一下。嗨，走吧。好，这边请。啊。郑太太，高姐，哎，宁小姐回来了。妙妙呢？哦，妙妙在房间里。她今天怎么样啊？心情？哦，她回来的路上啊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不知道遇上什么事儿了。不过小孩子嘛，刚换了一个新环境，难免有一些心理过程的。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多做点好吃的，希望她开心点儿。谢谢高姐。不客气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了。喂，姜老师。哎，妙妙妈妈，妙妙今天没有交作业呀？没有交作业。怎么会呢？他已经做好了呀。可是他并没有交给我呀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。没关系。谢谢你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妙妙，为什么没有交作业呢？为什么呢？你告诉一下阿姨。那不是我做的，我的作业我不希望别人帮我做。可是阿姨想跟你一起完成作业啊。我的家不是城堡，我的家在垦丁。妙妙，你的家在上海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妙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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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妙妙。客户送的马卡龙，便宜你了。妙妙不见了。别着急，我帮你找。
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啊，好。妙妙，走。你个8岁的孩子，才刚到上海，能认识路吗？他可不是一般的。哎，不行，主警同志帮忙找找。等会儿。喂。好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怎么了？妙妙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唉。妙妙，来喝杯热可可，暖暖身子。谢谢。你今天一个人过来，你知道路啊？是公车司机载我来的。公车司机载你来的，那你知道坐哪一班车吗？我是问路人的。好聪明啊！你这么冷静，挺像你爹地的风格。但是下次不要一个人搭车了，不然爹地会担心的。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们，他们都没有接。我想说，应该是爹地去上班了，所以才自己来的。妈妈呢？怎么不让妈妈带你过来？是阿姨，不是妈妈。阿姨。那妙妙是不是和阿姨闹不愉快，所以自己跑出来的？好了，来吃点东西吧。妙妙，老爸，爹地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来了呀？我有留纸条啊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上次爹地带我来这里，我有看到一个公车牌，所以问路人就过来。你吃饭了吗？哦，刚刚有给他泡热可可，还有一些坚果。谢谢你啊，妙妙啊，以后你要出门，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？你干嘛一个人跑出来？太危险了。思佳，是的，妙妙等你。妙妙，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吭就跑出来了呢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
我把妙妙哄睡着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好妙妙。好了，妙妙没事不就行了吗？你累了一晚上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其实我想带妙妙一起回家。我知道妙妙在生我的气，所以从刚开始就不愿意跟我讲话，也不想跟我一起回家。也许我用错了方法，但我的出发点没有恶意。明白。好心做坏事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赶紧回去吧啊！来，我送你。载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啊。你别这样对他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啊？你干嘛去啊？我也不能说话，去走走行不行啊？啊，去吧去吧去吧啊，去发泄发泄。我的滑板鞋时尚最时。风警官。左新软，这么晚还出门啊？爸，到处走走。哎，对了，那妙妙找到了吗？哦，没事了，郑磊刚把她哄睡了。哦，那这妙妙到底是谁的孩子啊？我的，不是郑磊的。女士。啊？我不跟你说了，走了啊，晚安。你的，他的，你的，什么太乱了。说好的永远，牵着手走遍全世界，拥抱的余味，感动的眼泪，看不见。爱像是尘埃，要怎么解开心中的遗憾？我猜你早已明白，不可能的爱不会再重来。我听着音乐，播放着从前，掉眼泪。早上好。你怎么这么早？我来送妙妙上学。妙妙呢？郑磊送她上学了。小木屋这件事情，你真的做错了。我给你那本《妙妙养成记》，你到底有没有看的？
我看了啊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看，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多遍呢。那39条说什么？45条呢？我是很认真的看了，但我也没有背下来啊。第39条，千万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，不要把他当成小孩。第45条，要相信他的能力，不要干涉他的创意。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看过那本笔记，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啊？妙妙是个很有主见的小孩，我们给他的教育就是让他自由发展，尽量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你要相信他的能力，他的创意会让你无法想象。我知道错了，谢谢你的教诲，下一次绝对不会再犯。至少你这个态度是正确的。当然了，我是妈妈呀，就算我错得一塌糊涂，我也有勇气重新来过。这么乐观？我现在很清楚，我也很知道妙妙跟我不亲，甚至她现在在回避我。你看我像是掉进了绝境吧，但我并没有把这些挫折当成我的绊脚石。相反的，这每一个挫折对我来说都是可以更快靠近妙妙的垫脚石。挫折累积多了，垫脚石就一个一个叠上去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越站越高，离妙妙越来越近。那你好好加油吧。你多给我一些鼓励吧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小孟董事长约我吃饭，受宠若惊啊！行吧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早就知道我把妙妙接来上海了吧？不光妙妙，左在俊先生也来了，对吧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若要我不知，绝对不可为，因为我是无所不知的。I'm a father, I'm a god, I'm妙肚子里的小蛔虫。你先不要用你的陶哨口令想绕晕我了。其实，我早就怀疑，我在美国的时候你就知道妙妙在哪里了吧？你是陶然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跟他们联络的。我只是想知道妙妙过得好不好。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告诉我，还要骗我说你没有找到她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要是知道妙妙的下落，你会不联系她吗？小妈，我不告诉你是希望你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些年你过得太苦了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下去。你应该把过去的包袱都扔掉，重新开始，寻找你自己的幸福。
你想让我忘掉这份亲情，重新开始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陶然。妙妙是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放弃她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就想要一心一意地守着她，给她最好的生活。你一厢情愿吧？换句话说，妙妙跟你在一起会幸福吗？据我观察，她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一点都不幸福。她要是幸福的话，会离开你吗？那只是过渡期。过渡期啊？多久？妙妙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不快乐。哦，是，应该说是比我看到的更不快乐。我相信妙妙很快就可以适应上海的生活。宁小萌，你不要再硬撑了，好不好？很快是多久啊？1年、2年、10年、20年，这不是硬撑的事情。你现在是不是还看不到事实啊？你是不是不知道事实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事实就是你不开心，妙妙也不快乐，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要是教授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这个处境，他会高兴吗？所以你不能告诉他，我爸爸原本就不知道妙妙的存在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算我求你了，拜托。算我求你了，拜托你了，好不好，宁小萌？你为自己的幸福想一想，好不好？知道。我今天的话特别不中听，你很生我的气，但我还是要说，我可以保证，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，都是我的真心话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现在放手，对你还有妙妙，都是一件好事情。那无论如何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谁让我今天过来吃你这顿饭呢？出来了，喵喵，好吧 ，Daddy。喵喵，怎么样？开心啊！今天玩好不好？上课上的好吗？今天很冷啊，外面零下9度。哈口气，哈，1、2、3，哇！我的最远啊！你的最远，我的最有弧度。我的是这样子。我给你看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哎，呼呼！哇哇哇哇！啊！没有，帮我捡回来。不要。就那个，跳下去，就湖边那个。我发现越轻的其实飞得越高。哇，这个水质的呀，歪的，越尖的，要平的，要对呀，要能够感受。来，给我加个，给我加油！快快快，啊，加油加油，快点快点！好吧，1、2，哟！对啊，突然记得捡回来啊！好。要环保啊，推出去就全部要捡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从小学习环保。对对对。对。3、2、1。哇！预备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已经是第6次了。什么？叹气啊！又是家里的事儿。家里的事儿就是身不由己的事儿。家人是最可爱也是最可恶的一群人。他们可以给你最大的快乐，
也可以给你带来最深的伤害。那次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关于生命中的身不由己，你欣然接受，应该也是不情愿的吧？烦恼并不代表不接受，正是因为接受了、在意了，才会觉得烦恼。烦恼呢，又是思考的开始，而思考，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给你，这个薄荷糖，清纯型的。我猜你心里现在在想，你没有完成的那个建筑梦，没错吧？在垦丁的时候，你还经常接一些小案子、小的建筑方案，就是不希望自己丢掉了那个梦想。哎，我来上海几天，到处逛了一下。上海挺有意思的，什么类型建筑都有。哎，感觉回到读书的时候，好多想法。有想法呢，就去实现它呀。我能买这房子，也是这几年拼出来的。我当然知道你的努力，我为了妙妙，毕业之后开了民宿，也吃了不少苦啊。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挺开心的。你呢也一样，这次到上海可以继续完成你在大学时候的梦想，继续写大力的情书啊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做到的。其实人生呢非常非常的短暂，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呢，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，哦，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，就回不去。青春等一等就过去，谁不是写一写又怕弃，只为心底那句话冒不停，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原谅我挥霍任性，用光我
旅行。